大家好，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怎么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像一个 AI 一样啊？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呢？啊，且听我说来啊。就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学习中文的时候，生怕自己犯错，就觉得犯错了啊，天都塌下来了啊，我怎么能这样？我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个状态真的是任何学习中文的人，我觉得都可能遇到过吧因为大家说实话脸皮都挺薄的，我可能最近脸皮变得有点厚了有点厚颜无耻不过怎么说呢？诸位听我说一下，就是学习中文的时候，真的不能脸皮太薄了。脸皮太薄了，像小姑娘家一样，别人说个什么你脸就红了，唰的一下脸就红了，那怎么能学好中文呢？对不对？学好中文我觉得就是不断的犯错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有一点就是你犯错的越快，你中文成长的越快。其实好像是那些创业的老板他们常常信奉的一个原则，一个黄金原则，就是快速的失败。为什么要快速的失败呢？快速的失败你才能知道自己错误在哪里，你才能快速的迭代你的产品，因为你每失败一回，其实你都能总结出一些经验来。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学习中文其实也是如此，对不对？学习中文它也不过就是人世间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件事情，它也不是说特别艰难，也不是特别容易，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就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爬过这个门槛，更不用说是跳过去，更不用说是飞过去。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是觉得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害怕失败，害怕犯错。害怕犯错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呢？不好的结果呢？就是它会让你束手束脚，把你的手和脚都捆起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能前进吗？最重要我觉得不是这一点，因为对于我们学习语言的人而言，最重要是什么？拿一个胶带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或拿一个针把你嘴巴给缝起来想想都疼，对不对？最重要就是这个想法它会一点点的啃噬你让你越来越害怕去尝试，因为你每尝试一次你都会觉得是一个特别艰难的过程，需要好像掉一层皮一样那种感觉。掉一层皮，当然你的皮会变得越来越薄每掉一层皮，皮就变得越来越薄但真的不至于，朋友们，犯错绝对是一个学习中文最好的方法，因为只有快速的犯错，你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不能说缺点吧，就是你的不足在哪里。因为每个人的不足都是不一样的，你学习中文和你的同学学习中文，和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学习中文，你们会遇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当然普遍而言，可能对大部分人而言都是这个发音会比较困难，四声比较难掌握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普遍性的问题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它都是具体的问题，非常个人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只有你会遇见。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看到别人遇到一些问题，你觉得那个问题我没问题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不要和别人去共情，不要和别人去感同身受，因为你们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们面对的困难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可能犯的错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不要存有侥幸的心理，觉得你看他那个都不会，我会所以怎么了？你会就会呗，可能就是人家会的你还不会呢，对不对？所以快速的去找到这些错误，快速的去学习吧，快速的前进，然后不断的去犯错，只有这个样子你才能找到自己错误在哪里，你才能快速的调整过来。所以这就涉及另外一点了，我怎么知道自己犯错了呢嘛？就是我去不断做题吗？刷题吗？对不对刷题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是一个比较无聊的方面而且成效甚微，甚至会让你精疲力尽对中文失去兴趣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时候我觉得有2点可以做吧，比如说你想自己提高自己的水平，对不对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我有这个领悟力，那样的话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自己去做的。做什么呢？就是去听自己说的东西。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羞于听自己说话，觉得听到自己说话觉得很难受。首先呢，可能就是你自己听自己说话就是听到那个声音和别人听你说话
听的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自己听到自己的那个声音和你把自己声音录下来之后听到那个声音是有些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一点啊。但我觉得更重要是心理原因啊，很多人觉得很羞耻啊，我怎么能听自己说话呢？太难听了啊，我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对，但是你假如都迈不出这一小步的话，你怎么能真正面对自己的这个状况？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在哪里呢？听自己说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是一个窍门吧。怎么能说是窍门呢？因为我相信就是大部分看我视频的这个朋友都有大量的输入，都有听到很多母语者的真正的正确的发音表达方式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在你脑子里是有存储的，他们都在这里呢，他们都躲着呢，不想被你发现，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会困惑，我怎么把它调动出来？怎么首先找到他们是一个特别难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把他们调动出来更难，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得逼迫自己去说呀，你说的越多，找到他们的机会越大，然后速度越快。关键是你说出来之后，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快的发现自己哪些地方是说的有问题的。因为你在说的当下，有时候其实你这个嘴巴可能比你脑子更快啊，就是脑子还停留在这儿，嘴巴已经说出来了，所以在说的当下你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时候只有回听，你才能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东西，才知道那个状态下自己这个发音到底是对不对的。因为你脑子里其实已经存储了一些正确的发音，正确的四声啊，还有一些正确的表达方式。这个时候你去对比，你在听自己说话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对比了，你就会发现啊，我这个地方又说错了啊，这个表达方式听起来太奇怪了吧啊，中国人才不会这样说啊。而且就是有时候说话的时候说太快了，对不对？你在听的时候回听的时候觉得呀，我下回应该说慢一点点呢，又没有狗在后面追我，对不对？我那么着急干什么？这是一个方法。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找老师呗，对不对？找中文老师啊，私教课啊，这也很方便，对不对？让老师来纠正你。除了老师，你就说我不想花钱啊，老师太贵了啊，对，可以啊，因为有些地方应该能找到中国人吧，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相信啊，以你的能力，你一定能找得到啊，相信自己啊。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快速的犯错吧，多多的犯错，这样你进步才能更快，然后你才能快速的提高自己的中文啊。再见。